高达剧中的剑桥为啥那么明显？这不是活靶子吗？相信说起高达剧中的战舰被斩首的场面，大家肯定能一下子想起来不少吧？至少五落之剑的名场面，对于大多数中国高达粉丝来说，还是基本都看过的。那么这时啊，很多人都好奇了，为啥战舰要把剑桥放在那么突出的位置呢？尤其是高达剧中，经常会出现剑桥被攻击，整艘船就停摆，甚至是直接爆炸的场面。那把剑桥藏深一点不好吗？今天啊，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。众所周知，高达中的太空舰队战参考的呀就是传统海战，这个方法其实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啊都有采用。毕竟人类对太空的探索还处于起步阶段，更别提让导演们去想象真正的太空战场了。而传统的海战场景，不但对于导演来说刻画起来更加得心应手，对于观众来说呢，看起来也更加容易理解。不然一个拍的抽象，一个看得更抽象，搞得收视率那么低，导演就没法交差了。那么传统海战中，剑桥的作用就很好说明了。从功能上来说，它其实相当于是战舰的大脑，是集指挥、操作、情报处理等功能于一体的。只不过呢，当我们讨论剑桥为什么要设计的那么显眼时，第一个要说的就是为了便于观察战场。在雷达等电子设备不够发达时，战争中的火炮瞄准基本全靠人眼观测。那么站得高看得远就是最简单实用的改造方案，其中以日本海军尤为突出。他们的剑桥在二战中那是出了名的高的，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。随着火炮技术的不断发展，火炮的射程啊也早已远远超过了目视距离，再加上雷达技术的日益成熟，此时的剑桥就没有必要修那么高了。但剑桥还是要保持在舰艇甲板上的正前方，毕竟雷达不是什么时候都开着，摄像头设备也有视野的局限性，在海面上作战还是需要人眼来判断周围的形势，尤其是海面的状况。而且无论是1、2战时期还是近现代，战舰被击中的部位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一视同仁的，你把指挥室安排在船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都有可能受到火炮的攻击，就算是你把指挥室埋在船里面，也一样有鱼雷这样专走下三路的武器等着你。所以比起想着怎么隐藏指挥室，还不如节约点成本，直接在传统位置比较好。而高达作品中啊也是相同的道理，而且大多数作品啊也有像米氏粒子呀、真恩粒子呀、中子干扰器啊这种的能够干扰雷达的东西的存在，因此靠人眼观察的需求啊也依然是有的。可是问题来了，既然高达能让驾驶员坐在全封闭的驾驶舱中，靠机体全身的摄像头来 AI 绘制身边的画面，那为何船舰不这样做呢？那硬要说的话啊，就是摄像头终归是一种电子设备，在战场上容易被各种磁场或者 EMP 武器所影响。虽然高达剧中很少提到 EMP 武器啊，如果是 MS 的话，还能直接打开驾驶舱进行观察。可如果船舰没有了剑桥，一旦摄像头受到影响，就直接抓瞎了。说白了，就相当于是一个保底机制，它能够最低限度的保证船舰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依然能够运行，大概就是这么个感觉。而且高达剧中也经常出现可升降剑桥的设计，会根据战场需求选择是否隐蔽剑桥，也算是一种相对科学且折中的解决方案了。当然了，就算找不出这么多理由，其中的漏洞呢也还是有很多啊。这毕竟是影视作品嘛，还是要服务于观众的，要有观赏性的。而且俗话说得好，ガンダムのことそんな分かってなくていいですから。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